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有没有发现你或你身边的人呢，可能在秋冬季节或者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情绪上面有一些变化？当然，除了吃的比较多之外，可能还有一些，例如说没有精神啦，或者是情绪比较低落之类的状况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所谓的季节性的忧郁症。那在英文里面呢，我们其实是叫做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那它其实呢，是因为季节交替而产生的一个心理方面的一个症状。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看看吧。首先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哦，我们这个频道呢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呢，只要是跟心理疾病啦，又或者是人际关系、亲密关系，或者是职场关系相关的议题，我们都会讨论。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话题有兴趣的话呢，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这样未来我们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通知咯。所谓的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呢，其实它在英文的简称叫做 SAD， 所以就 SAD 就还蛮符合这个季节性的忧郁症的感觉。那它其实呢，主要是在诊断方面是在我们的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一个 umbrella 下面的一个小的诊断。也就是说呢，它并不会完完全全跟我们忧郁症临床上面常见到的那种忧郁症是不太一样的。有些人呢可能会发现他们，例如说在北美地区的人，或者是居住的地方呢，可能因为日照时间因为秋冬季节的关系变成相对的非常的短，又或者是呢因为秋冬的时候气候的变化常常阴雨绵绵的，导致呢就会容易情绪低落。在这些地区的人呢，其实比较容易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季节性的忧郁症。在一些研究上面发现呢，大约有2%到5%的人比较偏向是，例如说比较严重的忧郁症。那有10%到15%左右的就是轻症的一个忧郁症的倾向。一般的人当中有25%到35%的人其实是会有那种冬季忧郁，也就是 winter blue。然后呢，其实在这样子的人里头呢，我们发现有大约80%左右的人其实是女性，有20%左右是男性。也就是说，女性呢比较容易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容易造成情绪低落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现在也来讨论一下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它跟我们所谓的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的差别在哪里呢？它的差别呢，你可能发现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你可能会嗜睡，就是睡的比较多。这应该不难理解，就是冬天嘛，我们都会想说可能就是冬眠咯，所以就比较会想要睡，可能睡的比较多。那第二个呢，就是容易烦躁irritable， 那可能就是对一些小事情都会容易感觉到不开心。那第三个呢，就是你会感觉比较没有精神，就是你的那个 energy 是很 low 的，就是你不会很想要做事情。又或者是呢，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兴趣，就是本来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就不会起劲了。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发现自己的食欲有改变，也就是可能通常都是变多。那在所谓的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里头呢，其实它有食欲增加或减少的差别。很多人其实是没有食欲，但是在这个 SAD 里头呢，其实比较多是食欲上面的增加。那相对呢，就会变成体重也会增加。然后呢，相对我们在有 SAD 里头的人呢，常常会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比较容易变得比较敏感一点，对于很多事情呢会比较敏感，或者是比较容易情绪化。那这是我们比较在临床上面常见的一个症状。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情绪的忧郁症？那我们有归纳出几点。第一个呢，就是 circadian rhythm， 就是所谓的生理时钟日夜交替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因为习惯有一个这样子白天起床，然后去上班啊，然后去做一些事情啊，然后到晚上回来。那
在秋冬季节，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有些人可能很早就要起床，很早就要出门。你起床出门的时候，天还没亮，然后你就已经去上班了。然后上班，当你下班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所以你所经历到的就是日常生活，其实没有日光，然后你就是都是在天黑的那种感觉，然后或者是在室内没有照射到日光，所以呢，其实相对的对你的生理时钟就会有一些打乱的一个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血清素。那血清素呢，其实就是我们脑内分泌的一个神经传导物质，那它会让我们的情绪比较稳定，比较开心。所以呢，血清素失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相对比较低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情绪低落。那第三个呢，就是 melatonin 就是褪黑激素。那它呢，因为也会跟着我们平常日常作息，如果我们很早起床，没有看到太阳，然后我们就去工作了，然后待在室内，然后到出来的时候天也黑了，然后也没有晒到太阳，然后就回家了。其实这相对也会捣乱我们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那褪黑激素呢，其实是跟我们日照时间也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身体就会觉得，都没有怎么照到太阳，那应该就是没有，所以我们就会可能会分泌没有足够分泌的褪黑激素，那我们身体就不会累，就不会想要睡觉，那可能就会一直这样子乱下去。又或者是呢，你身体都一直觉得你好像都是在天黑的状态，你可能就是需要一直睡觉，所以呢，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在这个部分呢，就有一种捣乱的一个症状，而让这些人就比较容易在交换季节，就是秋冬交换季节的时候呢，产生一个比较情绪低落的一个情况。那最后呢，再跟大家讨论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季节性的忧郁症或者是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我们在一般临床上面的一些治疗方式有哪一些？第一个呢，其实就是 light therapy。我之前在养老院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还蛮推荐，因为老人其实不太能够常常出去，然后尤其是住在养老院，可能常常都躺在病床上，我们会还蛮建议，就是家人可以去找医生，然后去找适当的日光灯。它不是一般的日光灯哦，而是这样子的日光灯，它有一定的瓦数，然后它里头也会有固定的一个 UV， 那这样子呢，会让你感觉很像是在自然光的一个状态下，这样能够让我们身体有所平衡。那其实对于日光照射法，其实是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季节性的忧郁症是会很有帮助的，也是我们第一首推的一个方式。那第二个，如果你居住的地方呢，其实不会阴雨绵绵的话呢，会建议你能够常常出去晒晒太阳，5到15分钟去晒一下太阳，走一走，其实对你也会非常的有帮助。那这样子呢，去晒一下太阳之后，你也可以增加日光的曝照，相对的也就可以平衡我们的生理时钟，也可以让我们的褪黑激素呢能够比较平衡。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效果太慢了，那我们另外可能就会考虑，就是可以去看精神科医生。那精神科医生可能就会给你一个抗忧郁症，也就是 antidepressant。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呢，它因为跟一般所谓的重症忧郁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就是一个季节性，所以你可能可以先去告诉你的医生，就是你有这样子一个症状，你有这样子一个诊断，那他可能会在季节交替前呢，就先让你开始服用，让你在这样子的一个转换过程当中比较不会有这样子一个反应。那这是另外一个方法。那另外还有另外一种的呢，是属于吃一种氨基酸，它叫色氨酸 tryptophan。tryptophan 它其实是一种氨基酸，那它其实是用像补充这样子一个营养素的方式呢，让我们也能够平衡我们的身体的这个部分。那这几种是临床上面比较常见的一些治疗方式，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吃药，然后又常常会忘记要吃营养补给品的话呢，那就不要忘记，有时间的话就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然后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动一动，这样对你的身体跟你的心理都会有帮助的哟。
好，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谈到这里了。如果你对于这样子的议题有什么样的新的想法，或者是不一样的看法，麻烦在下面跟我们分享哦。那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跟我们私下留言，或者是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我们会多做这样子的影片。最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自己或者是你身边有帮助的话，麻烦帮我们按赞并分享出去，这样其他人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哦。最后不要忘记了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我们下次见。